中国的一个网红啊，叫做张雪峰，昨天晚上啊，突然就离世了。本来我还不敢相信这样的新闻，虽然对他没有好感，觉得是不是有人在恶搞？不过王太提醒我说，怎么样？公司是真的，公司和他的个人账号都发了讣告。那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可惜，他的年龄只有41岁。比我们还要小，1984年出生的。那么今天啊，我想我们现在啊正在从18丁到士根庄的高架路上面，我们心情很好，我们出来度假。我想告诉大家，这样的一个网红，他的去世啊，让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感想？为什么和我们啊从上海来到马来西亚生活是有些关联的？半年前我回到上海啊，看到了一些什么事情，让我觉得非常可惜，非常心痛。这样的事情啊，中年人草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恐怕不是个案。为什么我会特别有感悟啊？今天就想来讲给你听。如果你是新朋友，我叫威廉，我和家人2023年1月开始从上海生活到马来西亚。我们在上海有40年的时间，到大马已经3年多了。这个频道我们想记录个人的真实的感受，告诉你我们如何在人生下半场在大马开启一个新的天地。请您订阅一下，那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会持续为您记录在大马的所思所想。对，你刚刚用的那个词儿草草的，我觉得用在这个张雪峰先生的身上还挺合适的。你要先跟我们大概说一下吧，我想应该有些我们大马的观众可能还不太了解他。我觉得他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人吧，应该也是从小地方，也是所谓的小镇做题家吧，好像贫寒的子弟，然后自己大学毕业之后，他创业做了这个教育博主。他的这个教育博主的方向主要是为要参加高考的这些同学们，提供大学填报志愿，就是考什么专业的一些建议嘛。好像他的这个创业的机构还有一些类似于考研的培训。他甚至连你大学本科毕业之后，你考什么研究生，考什么样子的专业，他也会给你一些这个指点。由于他的一些言辞过于犀利嘛，特别是他的一些所谓的某些专业就是垃圾专业啊，或者误人子弟啊，出来就失业的这种言论，遭到了不少人的这个骂，而且是觉得我们官方认为他可能太过于物质，煽动了社会的对立。前一阵还把他封杀过呢。好不容易才解封了，但没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他就这样。据说昨天是他在苏州出差，在湖边跑步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发了这个心脏病猝死。据说是倒地之后30分钟才有人发现，然后送到医院去抢救，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这个时间，对，非常可惜。那可以想象啊，像他这样啊，工作压力应该也是非常之大的。对，就。据说他以前在做直播的时候，就有观众提醒他说：“你的嘴唇发紫，感觉你的心肺功能不是特别好。”他还非常的坚强，他们就是像很幽默的去怼了这个观众说：“张老师嘴唇发紫，可能心脏不好。你跑不过我，你信吗？我已经跑半马的人，你说我心脏不好？你看我其实是每天都会跑马拉松的。”他说：“我这跑步绝对比你多，我有什么问题？”结果就一语成谶嘛。他的直播啊，我以前因为有人剪成小视频，大概看过。他应该是个像他的名字中原先有一个标字，他就是一个非常犀利，非常就是不留情面的，对吧？非常直来直去的。可能被人理解为就是用一个词儿叫刻薄吧。有一点对。那么讲到不喜欢呢，我也要补充一下，因为他以前有一个言论，他说如果要打台湾，我要出多少百万，他要出5000万。这个让我感到非常之恶心啊！我觉得这样的人不过现在呢，碰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这么年轻，40出头，经营着一家蛮大的公司，应该是收入都很高的，非常赚钱的公司。他为什么还是会你看有心脏病？像你讲的，观众都提醒过他，那他这种也是非常有钱的人，他自己是注意了这个事情吗？听你来讲，只是跑步。他可能不认为自己有心脏问题，是吧？对，而且就是我看了一下一些这个热心网友们的统计嘛，说他几乎就是属于一个铁人3项的全年无休状态。像在今年过年的时候，哪怕是今年过年，他还也是一天都没有休息，天天都在做直播。而且他不光是每天高强度的大概7、8个小时的直播之外，他还要去回大量的网友的这个私信。据说每天的网友回私信又是3到4个小时，那就弄到半夜了。对，然后他的那个公司，我看他的视频画面是一个上百人的公司嘛，他又是老总，
然后又要设定这个方向，再加上刚刚封杀不久，我觉得你要知道，在中国，因为这种言论封杀的博主几乎就是永久的，像他这样还能够出来，他同期还有护城风也被封杀了，护城风至今没有出来。他能那么快复出，可想而知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。对，各种甚至于政治上面的是吧？经济上面的妥协应该是真的是走了不少的公关，然后他才能够出来，估计也是花了不少钱，所以有一定的经济压力。有可能，我觉得有可能，并且孩子我看也是还小嘛，像我们这样，我也是觉得，哎，他是一个老板，他好像不像我们感觉中在大马看到的很多人，普通人。都要知道工作生活平衡，都要知道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都要知道家庭第一。他和一个刚刚出社会的打工族一样，好像一无所有的人啊，没有差别，还是希望就是拼，冲，停不下来。其实他的那种焦虑感，应该也是巨大的。是啊，我觉得他可能首先他一定是个很能干的人，第二个他也是很吃苦耐劳的人，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他也是有个责任心的人，一个公司要靠这样自己这个一肩扛起来。但是老实讲说，我觉得对他来讲，他身上的担子可能太重了。他呢不光是经济压力，可能这种心理承受压力对我来讲实话是不能想象的，所以可想而知。这样的高压生活，他可能是不得不进行这样的一个高速的运转。对，作为一个社会名人啊，这确实让人感到非常震惊。我的朋友也有一些人来跟我说，哇，才41岁，这就使我想到啊一些身边的事情。你知道啊，像我也是想到了同样的事情。我先说一下啊，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啊，回到上海，你还记得我跟梅大师做了一期节目吗？他就告诉我说，哎，他身边已经有几个人中年，他们罹患了绝症。对吧？已经是蛮晚期的，让他感到啊非常惊讶。其实那个时候就给我一个触动，我说我身边还没有这样的人。但是呢，你这么一说，提醒我，好像游泳池，我一开始站在岸边，脚是干的，但我是慢慢脚已经伸到这个水面之下了。我好像从你讲的，我能体会到我身边这种事情也会变得越来越多。很简单，就是年龄到了，大家的生活环境上面临的压力，我们喝的水、吃的食物，哎呀，这种经受的各种不快，其实都是相同的嘛。谁知道？你看，其实都没有到半年，也就是过了几个月，4、5个月我们等到12月回到上海的时候。哎呦，那次对我打击很大，我一直没有跟大家分享，是我还没缓过神来。我每天都在想念这样的事情，就我身边就一下就有2个这样的事情。是的，对吧？一个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的先生在过年的时候突然就去世了。哎呀，我们都想尽办法，然后去安慰他。了解到以后，就是突然的一个心血管的问题，就是脑血栓，然后就很快的就离世了。整个春节都在处理这样的事情，就是在青壮年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安慰这个朋友，他也没有孩子，夫妻2个人，我相信是感情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对吧？不就是我们这个年龄吗？另外一个也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以前我们一起工作的伙伴，他还是大马人，我也一直没讲出来，就我现在天天都会想到他，对，我也很难受。是啊，他对我们非常照顾，我们刚到大马的时候，对吧？那回到上海的时候，他还在上海拼。还在那边努力工作然后家人几个小孩都是生活在马来西亚的，这样的分离已经有10年的时间。是他这么拼，以前听他们讲，就是他好像1年可能飞回来个2、3次，就过节每次就1周2周这样的时间就回来了，10年。我记得以前他太太说起，就是每次先生回去上海中国工作的时候，都忍不住要落泪的嘛，情绪就会低。我带入他的那个感官，我也是这样去想的。也就比我大2岁这样的年龄，2个孩子，对吧？这次回到上海，我才知道，一个马来西亚人在上海生了很重的病，并且。为什么我天天还想念他呢？我几次3番想去探望他，他在做这个手术，在那个恢复，一直你看连再看到他一眼都还没有这个机会。我也是非常非常挂念。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大家都说，哎，公司上市了，要怎么样，我能赚多少钱？我在大马要买一个岛，好好退休。这讲的都是这样子的。但你看看现在，身体如果垮下来了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是的，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唏嘘。为他更惋惜的一点就是，除了他这10年来忍受着这样的一个和家人的分离，我们也是觉得，他在中国，他尤其是工作常常是要去一些中国的北方城市长期的去居住，那个北方城市是属于比较典型的，空气污染也比较严重的。对，那么工作压力
对，家庭分离，再有他一个长期吃外大男人，卖可能对他真的他就是每天就是点外卖，真的本来比我还胖嗯，200多斤，然后最近就这个1-2年开始减肥才减下来，变成这样子的，才意识到像我们以前工作的时候，他也经常讲心脏会痛，心脏不舒服，我还以为是他心脏的问题，谁知道还有更严重的问题，哎呀，所以你看，我们也不过是40多岁啊，对吧？照理说中国人均寿命已经有80岁了，大马的也不低，可是当今的人，从我们身边明明确确、真真实实可以接触到的人，他们的生活状况却是这么惨，虽然都赚着很高的薪水。好，那我就觉得马上就想到自己了，为什么我又觉得很庆幸？因为来到大马之前，其实我身体也有很多不舒服的东西，对吧？也有很多不舒服的，甚至于常常有时候会昏倒啦，会怎么样啦？那最终给老板讲的原因之一，也就是说我想去马来西亚，想好好的调养好自己。来了以后所幸就是在这里有朋友帮我找到很好的医生，慢慢看就知道说有些问题它不是致命的，对吧？我们跟张雪峰在一个年龄，跟我的朋友也是一个年龄，大家的病都差不多，然后才会知道说你看他非常非常花时间，我们过了3年，我可能才慢慢看完了一个病平时再会吃点东西，现在吃点药，然后呢跟王太现在还有一些健身的习惯，身心状况才会慢慢得到恢复，有一种才能够真正掌控自己这个时间这个概念，这是过了3年的时间，不容易的。是啊，但有人当然会说了，我们身上可能没有什么经济压力，或者说我们是有一点储蓄可以吃老本。很多人像张雪峰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朋友，还有已经过世的那位朋友的先生，可能他们是有很重的这个经济压力，不得不去找食吧。这是我看到确实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，那是一种悲哀。不过我觉得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排一个序，如果生命、家庭这些有很多事情都是比家庭都是比工作来的更加重要的话，那就要更难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我们以前讲过出租车理论，这个车到的点不是你要去的，你就要下车，你必须要切换赛道，必须要去到你认为正确的事情，这个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我们来到大马1150几天了我就想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我们可以给到的心得，就是要非常勇敢的去追寻正确的东西。很难的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我记得我在最后离职的时候也和一些朋友聊过，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一样，哇，他工作的脸都是发黑的，每天也很辛苦。我记得我们有时候为了做一些项目都是到凌晨，连续要3个月，他们更是在疫情的时候被派去韩国去出差，去搞定3星的项目，几个工程师连续几个月不回来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后方还要想怎么样去支援怎么样给到他们补助，怎么样再去给他们家人买一些东西，慰问一下，照顾他们的家人。你看他长期在这种压力下，可是当我劝他说，你想想看，你也那么年轻你的身体是不是很重要？到底哪样事情更重要？其实我身边的这些工作中的伙伴和朋友，大家变成朋友的我劝他，很多人都是听不进去的，其实很多人是听不进的。对，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在我没有停下来马来西亚过这样的全职生活、全职太太生活之前，我一直觉得说全职太太生活是很容易的。然后我现在这3年快要接近3年了，做全职太太，我真正的感觉说回归家庭，然后把家庭经营好，这个事情是要比工作更难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首先工作上是有很明确的 KPI 的，然后会有非常间隙的 periodic review， 你是知道你自己差在哪里，然后你知道你想要达到的目标，比如说几年我想挣到多少钱，我想升多少次职，我每年的加薪是要多少，没错，这些都是很容易去 quantify。 然后老实讲说，可能我也不是凡尔赛，我觉得是很容易就能够达到，从来没有什么压力。然后你只要花时间，然后花精力上去，你是必然是会有回报的。可是我觉得经营家庭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是经营家庭是没有一个 KPI 在那里的，而且整个家庭的方向缩小了半年和1年的这样一个远期计划都不一样，家人还有各种的这个变化。老实说，也没有你的上司给你一个提点，给你一个激励，或者别人给你肯定。有的时候我是长期会陷入一种迷茫的，所以我觉得家庭生活是很难的。很多人，我甚至在想，以前我也是 leadership team 的，
leadership team 里面以前基本上不是离婚的，就是快要离婚的。大家当时都在说这个问题。我当时说，我说我先生是我最好的这个朋友，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。然后他们觉得说，他们与其和小孩、家人在一起，他们宁愿想要去工作。我当时是很不能理解，但我现在理解了，是因为工作还是相对简单的。对，所以你看，除了身体、心灵都面临很高的压力，而且我也很同意你的，家庭生活，你回归到自己。它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事情，对吧？内观，我们停下来啊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你讲的内观、心理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要经营好家庭，要去学习财务，对吧？就算做 YouTube， 然后再到你现在，你卖个鸡试试看哦，你要从财务、科技的网站、营销、产品，每样都要学。哪样不比以前工作难啊？其实我觉得我也跟你一样，最近有这个概念。我学习了那么多知识以后，我发现，哎呀，这个原先做的工作，当时抓破了头皮，我是觉得难的。我们创业公司，不过我比较起来，我觉得现在的难度其实还是要高于上班。对，上班你就是这个工嘛，你就是 HR 呀，你还有人可以指使啊，然后你还有老板可以忽悠啊，你还领着很高的薪水呢，对吧？我现在我也是感觉这个反而是一个更难一点的事情。我想你想讲的就是到了马来西亚，因为有新的世界观，你每天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，有新的价值观，所以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可以生活到很好。那我说回来讲到我最早同事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看都是中国人，生活在中国。当我跟他们讲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，他们都知道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最近我身体也很不舒服啊，我有个同事甚至跟我讲，不知道我哪天我就倒下了。但是他呢，你跟他说。”来，先照顾好你的身体吧，你先辞职吧。每个人都会觉得像天方夜谭一样的，他根本就没想过啊，我这个生活是可以停下来的。当我最终决定我要辞职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，我现在就好像我看你啊，你就好像在一个大铁笼里面在推这个大铁笼啊，这个笼子往前推，但你根本不知道，你其实可以从这个笼子当中钻出来，看着别人去推，你完全是可以停下这个停不下来的惯性的啊，所以。我想我们很庆幸的是，就是在某一个正确的时间点做了这个决策啊，没有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没有走到一个可能我们自己身体、心灵啊、家庭也会出问题的一个极端，而勇敢的停止了下来，又勇敢的重新开启了另外一种生活。对，我可能这样说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太绝对了，但是实话实说。3年前的我，如果还在工作状态，还是那个 Asia Pacific General Counsel 的这个位置上，如果突然之间离开世界，我会觉得我好像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去做，我还没有去享受过生活。但老实说，这3年下来，我觉得，我没有什么遗憾了。我觉得享受过松弛了，然后享受过紧张，然后就你感觉说，我当然很希望再探索很多，但是很多事情我就不会像以前那么有遗憾了。是，我也觉得是。现在每天都是旅游、刷新自己认知的一个机会，哇！所以感到还是既庆幸啊，又感到很幸运。那么同时，我还是在竭尽可能的跟我身边的朋友，我也想提醒他们：如果你跟我和过去的我们一样，你觉得有一种停不下来的，又感到极度的苦恼，我觉得你要敢多一些勇气，停下来做正确的事情，先照顾好更大的目标，照顾好自己，接下来是你身边的人，然后你再考虑那些你所谓停不下来让你感到烦恼的事情。祝愿大家都好吧。是的，是的。拜拜。拜拜，祝大家平安。